说到无花果树呢，顾名思义就是不开花而结果的。其实它不是不开花，而是人见不到它的花，所以它需要一种特别的风类昆虫来传递花粉。今天就来分享这种奇妙的生物现象。我看到一份资料呢，是说无花果树有800多种。这一点虽然不奇怪，但是让我诧异的是，有些种类与自己印象中的无花果树真的差距很大。比如有一种称为琴叶榕的，是来自西非，是因为叶子呢长得像小提琴的形状而命名的。由此可见呢，中国人称为榕树的也可能属于无花果树，至少呢是与无花果树是近亲吧。而南亚的无花果树呢，果实是一丛一丛的从粗大的树干上长出来。还有一种源自澳洲的被称为摩顿湾的无花果树，应该算为是最大的无花果树的树种，能长到60米高。这就是在意大利的巴勒摩的这种无花果树，给人一种十分古老的感觉。据说电影的《侏罗纪公园》就选择这种树为背景拍摄的，因为它的特点是根茎上在地面上弯曲而行，给人感觉那就是热带雨林。而人们从市场上买到的无花果，也就是圣经里所讲的，就是生长在中东地区的。当然现今市场上的都是来自人工种植的无花果。就野生的无花果树，在它的生命中是需要一种小黄蜂，它只有 1.5 毫米大小，在果子还并没有成熟之前的一个阶段，果子的底部呢存在一个很小的开口，那个蜂呢找到之后就努力的进去。从一个专门研究无花果的视频中看到，那蜂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甚至舍去了自己的翅膀，甚至将体内的一些液体都排出，使身体尽可能的小。它尽自己的全力一点一点的挤入果子的内部。对于无花果来说呢，它就是来完成对雌性花蕊授粉的工作，而对它自己的益处呢，就是将卵产在果子中间。有意思的是，当蜂钻进了无花果之后，果子上面的那个开口就关闭了，别的蜂就不能再钻入了。这使人想到在动物界里的繁殖方式，受精卵是动物界里标志着一个新生命的开始，但一个卵子所面对的可能是上百万的精子，只有最先进入卵子的那个精子呢，决定了这个生命的属性，包括它的性别、个性等。受精之后的卵子就变异了，别的精子就不能再进入了。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，造物主在创造这一切的时候，他有这样一个概念，他希望物种是多样性的，但又要保持物种的有序性。而这一思想呢，既运用在动物的繁殖过程中，也同样运用在植物与动物的共生的事情上。这不是进化所能实现的。按照进化树的划分，只有低等植物、低等动物之间才有可能出现共通之处，而高等动物、高等植物之间是毫无相干的。那些蜂卵在果子里要经过1-2个月的孵化，当时间到了，雄蜂是最先从卵中孵出的，它没有翅膀，却有一双大牙，它开始寻找并且撕咬雌蜂的卵壳，因为它的使命只有一个，就是与还在卵壳里面的雌蜂呢交配，然后就去咬开果子的外皮，让雌蜂呢有机会飞出去，去寻找其他的无花果。而他自己呢，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，便长眠于此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无论是雌雄呢，他们的使命都是事先预定的。在圣经中呢，无花果树曾用来比喻以色列。耶稣曾咒诅过一棵无花果树，那棵树呢，第2天枯干了，由此象征着以色列呢，因为没有实现上帝所期望的，而要经历亡国。以色列的始祖呢，就是那位雅各，那个人的性格呢，就有些像这种帮助无花果授粉的小黄蜂，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非常的努力，他不让自己落后。出生的时候就抓住了哥哥的脚跟，之后呢，又与天使摔跤，甚至腿瘸了都不放手。所以天使说，你与人与神角力都得了胜。就像那雌蜂一出生
就要努力地爬出那个果子。他虽然只有几天的寿命，却要与时间赛跑。他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无花果，并且抢在第一时间将自己挤进去。因为黄蜂没有自由意志，他所做的一切呢，只是出于他的本能。然而，虽然野生的无花果树是那样的高大宏伟，60米高的巨大身躯，却需要这小小的1.5毫米的黄蜂的帮助才得以繁殖。似乎这一切也在启示我们，人类自己在世界上的成就，虽然可以远足深入到太空，也可以进到微观世界研究量子，但人却不能分辨什么是上帝的作为。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是瞎眼的，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心是麻木的。当年那数目庞大的以色列人能够从埃及出来，只是因为一位的摩西，而这位摩西呢，还是婴孩的时候就想险些被杀，只是因为他母亲将他放在河里，之后呢，被法老的女儿捡到。从这个角度上看，一个婴孩是那样的脆弱，是那样的微不足道，但他却要影响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。所以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方式。而耶稣呢，更是这样，在人眼中他不过是一位木匠的儿子，所以人们忽略他的教导，因为人是用人的地位来衡量人教导的价值。这就像人看那棵高大的无花果树的时候，不会在意那小小的黄蜂，因为人习惯用生物的尺寸来决定它的作用。这就是人需要改变的认知。撒母耳记上16章有这样的话：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，人看外表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无花果树的花是隐藏的，它传递花粉的路径是鲜为人知的。这一点就如同圣经中所讲的信仰。有这样的经文：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似乎他们有获得力量的秘密，那是外人看不透的。耶稣对门徒讲：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，门徒就四散了。原本这就是犹太人除掉耶稣的目的，但圣经说3日后耶稣复活了。当然他只向门徒显现，而不向那些犹太人官长显现，他们仍然看不透这事。但那些门徒看到自己所信的是真实的，才去传扬耶稣的复活，甚至为此失去了性命。所以那个福音没有因为耶稣的死而消失殆尽，反而是浴火重生。前面提到的那种澳大利亚的无花果树，虽然身躯极为高大，但它不是自己长成的，它需要寄居在其他的树上。它的根是沿着宿主向下延伸，直到进入土壤。由于它的生命力更强，最终实现对那个宿主的树的包裹。当我们看以色列人的经历，他们最初也曾十分弱小，也是通过寄居在埃及的几百年而变成了人口众多的民族。虽然他们经历过亡国，经历过被杀戮，但那个民族却像从大树上掉落的无花果，他们的种子漂流在陌生的地方落户寄居。这就像无花果树的生命，寄居的生活带给这个民族更顽强的生命力。虽然经过4次中东战争，不但没有被强敌消灭，反而拥有更多的土地。